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来到上师厨房。今天我要和您分享的是非常好吃的榛子酱辫子面包。先在面包机里放入160毫升牛奶，加1个鸡蛋，1茶匙香草精，白糖50克，3克酵母粉。先倒牛奶后倒面粉会好一些，如果面粉在最底层，一开机就会溅得到处都是。这个面包机标注得很清楚，开到第8档开始和面。和面和醒发的时间是1个半小时，15分钟以后先停一下，这时候面已经成团，加入20克切成小块的黄油。这时候的面比较软，如果用手和也是可以的。我前些日子发的一个丹麦提子面包就是用手和的面，整个过程展示的非常详细，大家可以参照看一下。1个半小时以后，面已经发了。如果这时候面里边的气泡比较多，需要排气，用手轻轻按压就可以，不用大力揉面，这样待会儿加工起来就非常容易。要把这个面团均匀地分成4等份，绝对要特别平均。如果分配的不均匀，辫子就会有粗有细，编出来的面包就不好看了。如果把握不准，就用电子秤来称一下。当加工第1块的时候，其他几块最好用毛巾盖上，防止面团表面变干。我们要把这个面团做成一个长方形扁片，所以先用手整理成一个长条，然后再用擀面杖擀平。如果是用这种硅胶垫，整个这个加工过程都不用加补面，只要不是过于用力就不会粘。虽然面比较软，可以任意的抻拉，但最好还是用擀面杖，用抻拉的方法不容易弄平。比较理想的状态就是边缘和中间一边厚，厚度大约3毫米，边缘呈直线，四角呈直角。接下来抹一层榛子酱，注意70克是用于所有4块面的量，薄薄一层最好，如果抹得太多，接下来加工的时候就会流得到处都是，成型的面包也不好看，而且也太甜了。如果面擀得比较薄，这一步更要小心，慢慢的来抹，过于用力，面可能就会被带起来弄破了。接下来卷成一个卷儿，不能太用力，榛子酱比较滑，如果使劲往前推，就有可能往前滑动而卷不实了。在边缘我故意留了一条没有抹，这时候可以用手把边缘压扁，这样就很容易粘合在一起。卷好以后翻过来，再把边缘整理一下，尽量压得紧实，两头也要捏紧。如果榛子酱流出，辫子两头的粘合就不容易了。4条都卷好以后，我们先来加工2条。在案板上人字形摆好，先把上端粘合好，摆直以后轻轻压扁一点，这样好切。找一把薄而快的刀，尽量做到左右均衡，切口整齐。切完一刀不要接着切第2刀，轻轻翻转一下，这样可以避免碰到刚才切好的部位。而且翻转的时候也要小心，尽量做到切口朝上，不要把露着榛子酱的部分挨到案板。如果胡乱的翻转，待会儿就会到处都是榛子酱，编出来的面包也是黑乎乎的一片，没有层次感了。编辫子的时候，从最外侧一根开始编，一根压一根，每编一次放下的时候还是要保持切口朝上。这时候的面特别软，轻轻一抻就可以抻长，所以用力要均匀。最后的收口是不相邻的2根捏紧，然后提起来，反向两端接触，
放到一个边缘比较深的烤盘中，放到一个比较温暖的地方醒发1个小时。烤箱提前预热350度，烤20到22分钟。这一款面包并没有刷蛋液，可是面包四周颜色非常均匀，火红一片，再加上榛子酱本身有一种非常独特的香味儿，使得这个面包不论从色、香、味、形任何一方面来说都是上乘之作。而且里边的层次更是不用说，千变万化，层次非常丰富，而且弹性十足。感谢您的观看，希望能看到您的留言。临走前别忘了点赞订阅。这里是上师厨房，我们下次再见。